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2党代表团。习近平指出，中美作为2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路透社、彭博社等全球主流媒体也第一时间报道了舒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内容，并突出了针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2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更解决不了本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中美2国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全球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协调和合作。中美作为2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增进2国人民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延绵不断5000多年，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合作交流的和平理念。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支持拥护的成功发展道路。中国将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希望2国立法机构多来往、多对话、多交流，增进彼此相互了解，为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做出积极贡献。舒默表示，很高兴访问美丽的中国，感谢中方热情接待，使我们通过此行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舒默等介绍了对中美关系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美中2国至关重要，也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发展繁荣有利于美国人民，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希望同中国脱钩，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对话沟通，负责任地管控2国关系，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美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就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贩卖、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当天早些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与舒默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你们是这些年来首个访华的国会议员的代表团，这表明你们愿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同中方一起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王毅表示，希望此访有助于美国更准确了解中国，有助双方更加理性处理现有分歧，协助2国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王毅指出，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权利，中美之间的分歧过往没有双方展开互利合作，今天也不应该成为对抗和冲突的理由。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美国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这种不同，过去就没有阻碍我们开展互利合作，今天也不应该成为对抗冲突的理由。舒默感谢王毅的欢迎，他表示自己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华，表明愿意进行坦诚而富有成效的沟通。America wants stability and fairnes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decouple. We want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economic opportunity. That would be good for America. 深圳卫视注意到，由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2党参议员代表团一行6人，在中国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第1个工作日，也就是7号，抵达上海展开访华行程，现在转往北京，之后将前往西安。
路透社、彭博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对舒默此行予以高度关注，第一时间报道了舒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内容，并突出了针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上一次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是2019年。也是4年前的事情了。在这4年过程中，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后面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其实就是美国国会的对华立场的这样一个日趋强硬。这个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中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经常来中国走走看看。谈一谈，聊一聊，对增强国会议员们对中国的实际的当下的发展现状有更加清醒、更准确的认识。第二意义，我个人觉得为未来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回暖营造政治条件。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高层接触近期较为频繁，也让美国的盟友对其过去数年中鼓吹的脱钩断链产生怀疑。作为美国在南半球最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和政治关系。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援引2名消息人士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在过去8年里进行了3项内部秘密研究，以确定这个大宗商品输出国能否完全实现供应链多样化，摆脱对中国的所谓依赖。澳方研究结果显示，答案是否定的。报道称，该结论也证明了堪培拉去年底与北京恢复贸易接触是正确之举。一名消息人士称，作为政府内部常规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外交兼贸易部和国库部共同负责实施了其中2项研究，一项在2015年，另一项在2020年。这2项研究的结论都指出，没有其他市场能取代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但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却一心只想追随美国印太战略。时任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西·弗莱登伯格下令禁止公布这2份报告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不符合当时的莫里森政府的中国叙事。但报告的结论却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引发讨论。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政府高层日渐形成一种普遍共识，那就是中澳贸易是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的。那么，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取得今天的成就，取得如此大的规模，这是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果。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应该思考的、应该做的是如何推动2国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而不是说要找什么替代方案。长期以来，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的最重要买家。双边贸易被普遍视为2国关系的压舱石。2022年上台的阿尔巴尼斯政府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去年底派出华裔外长黄英贤访问北京，就是一个积极信号。今年9月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李强表示，近1年来，中澳关系持续呈现积极改善势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2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阿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十分重要，澳方对2国关系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会晤后，阿尔巴尼斯还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同日，中澳高级别对话也时隔3年多在北京举行第7次会议。有观察指，中澳作为亚太地区2个重要大国，经济高度互补，双边合作不但在传统领域大有可为，在清洁能源等领域也有很大潜力。虽然仍面临来自澳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但阿尔巴尼斯将访华和中澳高级别对话的举行，都证明2国正在各层级努力推动双边关系恢复。对于阿尔巴尼斯来说，访华以及改善中澳关系，也是工党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证明。他上台之后呢，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但是呢，中澳关系仍然有一些挑战和问题。工党想尽快在中澳关系这个问题上再取得一些进展。而欧盟国家方面实际上先于美国掀起中国热。自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率经贸天团访华以来，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主要领导人纷纷实现了访华。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今年6月成功回访欧洲。欧盟官员透露，被称为欧洲外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将于本周到访北京，与中方讨论中欧关系及外交安全政策问题。在此之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负责经济事务的东布罗夫斯基斯已经实现访华，这意味着欧盟负责经济、外交的主要领导层都已经实现访华。实际上，中欧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欧企业和消费者获益很大。2022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这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160万美元。而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欧班列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经贸大动脉。截至7月，今年的开行列车就突破1万列，发送货物108.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7%。我们期待这个博雷利这次来访，通过他的访华，我们就是知道欧方他真正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以及他在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背后，到底是出于战术考虑还是出于战略考虑，到底是不是合理？考虑到各自的这样利益关切，那我们双方应该怎么去把它进行加以解决，把风险控制到最小，然后同时实现更大的这样一个利益交集。